巴菲特跟查理芒格身价差距如此巨大，他们是投资界的黄金搭档，一起共事超过半个世纪，却有人身家100亿，有人只有十几亿。同样聪明，为什么差距如此巨大？今天来拆解复利的观念及背后巨大的风险，一定要看到最后。而且请麻烦先订阅、分享、开启小铃铛，才能分享让更多人看到。先来讲讲什么是复利。简单来讲，就是利息会再帮你赚到利息。单利跟复利的比较，单利是不会长大的利息，每年只赚原本那笔钱的利息，利息不会再帮你赚钱，像打工一样，做一天拿一天的钱。复利是会生小孩的钱，利息会加回本金，下一年是本金加利息一起再赚。像创业或投资，钱会自己生钱。简单的例子，假设你有100元，年报酬是10%。如果是单利的话，每年赚10元，10年后是100加10乘以10等于200元。如果是复利，第一年是100的本金，赚到110元；第二年是110的本金，赚到121元；第三年是121的本金，赚到133.1元。10年后能赚到259元。差别一开始很小，后面会越拉越大。复利真正厉害的地方，不是前10年，是后10年。年数及资产的变化，1到10年是慢慢涨，11年到20年开始加速，21年到30年几乎用飞的，类似指数成长。多数人看不到爆发前就放弃了。了解复利的基本介绍后，那来看看巴菲特和查理芒格搭档了一辈子，为什么身价差那么多？第一个，最关键的原因是掌握伯克夏哈撒韦的股权。巴菲特是伯克夏哈撒韦的实际控制人，长期持有大量公司股份。伯克夏股价几十年上涨数万倍，财后靠的是股权复利。而芒格不是创始人，是副董事长及基层导师，持有的伯克夏的股份比例远低于巴菲特。他的财富主要来自高收入和投资，但没有股权的超级复利效应。投资世界的残酷现实是，你拿多少股份，决定你最后的有多少钱。第二个是时间差，巴菲特更早开始滚雪球。巴菲特11岁就开始投资，20多岁就已经管理执行，30多岁就已经有伯克夏的核心股权，是在极早期、极低成本时拿到的。而芒格真正累积大量财富，是在中年之后。加入伯克夏时，公司已经很大了。复利最重要的不是聪明，而是早。为什么身价差那么多的核心原因，不在能力差距，而在结构性的差异。所以巴菲特一直强调复利。巴菲特有一句经典名言：人生就像滚雪球，最重要的是找到湿的雪，还要有足够长的坡道。雪球等于本金，湿雪等于稳定的报酬率，长坡等于时间。复利等于本金乘以报酬率乘以时间，时间一拉长，效果是爆炸性的。但投资有这么简单吗？背后的真相是什么？巴菲特早年在20世纪60年代，巴菲特就已经拥有超过100万美元的财富，经过通货膨胀计算后，相当于超过1000万美元。在那个年均3000美元的年代，已经是非常有钱。所以本金才是最根本的东西。累积本金之后，复利才有可能发生。当你一无所有的时候，那就不是复利成长，而是浪费时间。就像种子种在水泥里，然后等待着长成森林；或是数理能力很差的人学习数学也很困难；或是肢体不协调的人学习舞蹈一样；或是五音不全的人学习音乐。再来，复利是成功的放大器。假设有2个人。A 先生的资产是100万 ，B 先生的资产是1000万，收益率都是10%。那 A 先生一年的收益就是10万元 ，B 先生一年的收益是100万元 ，B 先生一年的收益是 A 先生的资产。A 先生怎么追都追不上，这就是财富扩大的原因。复利能将原本很大的差距再次以指数拉开，这也是让查理芒格追不上的原因之一。真实世界的风险，一般人很难有一帆风顺的曲线。投资市场常常是跌了之后再上涨，
跌完之后再上涨，来回震荡，然后再来一次。糟糕的一年投资可能会输掉10年的收益。生活中也是一样，常常有紧急状况，如被裁员、家人生病、家庭的各种因素，这些都会彻底打破复利的循环。复利还有哪些风险？反向的复利，反向复利在数学上同样可怕，甚至在体感上更恐怖。第一个是路径不对称，数学的核心。假如你有100元，第一年是亏50%，第二年是赚50%，你的钱是从100到50，再到75。虽然都是50%，但你没有回到100。数学上的公式是，亏损后需要更高的报酬才能回本。回本所需的报酬是非线性的。假如你亏损了10%，你需要11.1%才可以赚回本金；你亏了20%，需要赚25%才可以赚回；你亏了50%，需要赚100%才可以赚回；你亏了80%，需要赚400%才可以赚回本金。数学公式是这样：你亏的越多，需要赚回的趴数越大。这是反向复利最残酷的地方。第三，在投资与人生中的真实含义。在投资的世界，高回报不如避免大亏损，回撤控制大于胜率。人生类比，每天退步1%，一年后等于0.025。反向复利不是对称的慢慢变差，而是数学上保证你会被加速度拖向0。帕黑特的第一条规则绝对不能亏钱，第二条规则是不能忘记第一条规则，可见反向复利的恐怖。当你输掉本金，就很难翻身。生活中还是可以好好利用复利的观念。虽然刚刚的例子非常残酷，但复利在生活中还是能被好好运用。人生虽然有起伏，但大部分人都是持续往上，总体经济也是长期看涨，除非遇到灾难性的天灾及战争。所以复利能被好好的运用。再来复习一次，复利等于本金乘以报酬率乘以时间，报酬率乘以时间等于努力加坚持。在生活中，努力坚持是最重要的。可以运用到学习的复利，每天学习一点，几年后理解力、判断力会差很多。身体的复利，饮食加训练持续，肌肉与代谢能力会慢慢的累积。认知的复利，投资、商业、世界观，前期很痛苦，后期差距巨大。投资的复利，每月定期定额，不是每个人都是顶尖人才，都拥有巨大的天赋。大部分人都是普通人，在生活中运用复利效应，或是找到自己擅长的事情，慢慢的让自己变得更好。复利不是快，而是久。它奖励的是耐心，而不是聪明。